上映7天破10亿，豆瓣8.6。沈腾这部中东战争片最狠的不是400亿先生的演技，是2个连名字都没人记得的中东小人物。一个战前是伊拉克水电部主任，被美军逼到家破人亡；一个是战争孤儿，2次拿起菜刀，目标都不是切菜。这部电影把霸权的底裤都扒了。欢迎来龙餐馆不是编的，原型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真实在巴格达开中餐馆的中国人。最出名的有2组，一组是吉林人陈宪忠，北大阿拉伯语专业毕业，在巴格达经营了35年，餐馆成了交战各方默许的中立地带。另一组更狠，2个深圳 AT 青年刘磊和帅学军带着3500美元冲进战后巴格达，但美军绿区里开中国龙餐馆，白天给各国人炒饭，晚上给美军卖酒，1年半赚了300万。电影把这些人的经历揉成了厨子徐福，但这部片子真正扎人的不是这个中国厨子，是2个连名字都容易被忽略的本地人。第一个叫扎伊德，战前他是伊拉克水电部主任，妥妥的高官，手里管着整个城市的水电供应。美军打进来后，为了保住家人和生计，他选择低头归顺，用自己的职权帮美军办物资、通行手续。靠着他的关系，龙餐馆白天给美军供餐，晚上还接聚会，生意火得不行。可所有赚的钱，扎伊德1分都拿不到。他女儿得了癌症，要长期吃进口靶向药，战争一来，药品断供，唯一的渠道就是美军官员。徐福给他的分红，他转头就全送给了美军换药。美军那边贪得无厌，药价翻着倍的涨，这哪是治病，这是拿人命当提款机。等到扎伊德再也掏不出钱，失去了利用价值，美军直接把他家信息卖了出去，害得他家破人亡。一个安分守己的公职人员，硬是被霸权逼上了反抗的路。所以你看，所谓的恐怖分子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的，是一步一步被逼出来的。第二个叫赛夫，战争孤儿。战乱里的孩子哪有什么童年，小年纪就见惯了杀戮。幸好他遇到了徐福，跟着学中式厨艺，原本以为可以靠手艺安稳过日子，但战争埋下的仇恨早就长进了他的血肉里。电影里他2次拿起菜刀，目标都不是做菜，而是冲向美军。在美军眼里，这些当地孩子天生就是威胁，是必须清除的隐患。极端组织的人来找他，塞给他一把枪，告诉他你父母的仇，用这个报比任何说教都管用。赛夫差点放弃了厨师梦，一心只想拿枪报仇。好在最后他清醒了，看清了残酷真相。那些极端组织根本不把孩子当战士，只是把他们当廉价的人肉炸弹，送死的炮灰。醒悟后的赛夫主动帮徐福救下了大批被蛊惑的无辜孤儿，但现实中大多数中东孤儿可没这么幸运，生在战火里，命运由不得自己，只能沦为战争的牺牲品。这2个人的故事被一句台词串了起来。电影与徐福对着美军怒吼，你们看谁都像恐怖分子，可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啊。这句话不是喊口号，是扎伊德和赛夫用命换来的结论。那些所谓的极端对立和地区动荡，问题根本不在当地人，而是外来的侵略，没完没了的压榨和掠夺造成的。你把人家的国家炸烂了，把人家的亲人炸死了，把人家的活路堵死了，然后反问人家为什么恨你，这就是霸权的逻辑。而这部片子最狠的设计是用做饭来讲战仗，全片最大的战争场面不是枪林弹雨的冲锋，是因为导弹落在餐馆外面，镜头甚至没给爆炸，只给了震碎的玻璃和摇晃的灶台，锅里的菜还在翻炒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。离家上车前的那碗饺子，婚礼上的东北铁锅炖，军营圣诞宴上那个不伦不类的汉堡，野外给20多个孩子做的那锅烩饭，炸弹把城市炸成废墟，可只要灶台还点着火，饭还得做，日子就还在往前挪。叙事学上这叫日常锚点，用最普通的吃饭这件事儿，把战争的荒诞衬得无处遁形。不搞宏大的战役，不拍帅气的冲锋，不塑造无所不能的英雄，就守着一间餐馆，一口铁锅，把战争最真实的样子端到你面前。战争哪有什么宏大的博弈对抗，说白了就是无数普通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无声悲剧。而最让人后劲大的彩蛋，其实在影院外面。当你走出放映厅，耳边没有炮火声，眼前没有颠沛流离，只有街上的车流和路边的饭馆。这份安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无数先辈用热血和生命换回来的。那些还在战乱地区的人做梦都想要的日常，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幸运。看完龙餐馆，你会明白，和平这2个字值得每一个人攥紧了。